友们，感谢大家前来见证叶先生和秦小姐的喜事。怎么谁家都愿意把姑娘嫁给他呀？现场还不知道，叶晨不是一般人，他是大仙，能招来引电的那种。秦刚这回啊，可算是捡到宝喽。接下来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今天的主角。多久没见你的手，聊聊从前和以后，多久没互相问候。叶晨，就在前2天，你还信誓旦旦地跟我说，不论他们是谁，你的心里只有我。虽然咱俩这婚是假的，但是这一路走来，你对我的心是真的。你说，无论你变成谁，你对我的心永远都不会变。初然，让我信你，我信了。那你呢，叶晨？还记得当初奶奶把你绑来，逼着你跟我结婚的时候，一开始我对我们的婚姻没什么信心，我以为你只是为了钱，但是你尊重我，照顾我，这1年是我最幸福的时光。他们逼着我嫁给张万浩，该也不要的东西。你顶着巨大的屈辱和嘲讽，坚定地站在我身边保护我。我就为这个目标而努力，还帮我当上了董事长，完成了爷爷的心愿。你为了我，一次一次地陷入危险。可当你四面楚歌、九死一生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能相信，我也可以同样的坚定地站在你的身边呢？所有的一切我都知道了，无论未来会有多么的艰难险境，我都要一路跟你走下去。无论你变成谁，我都要跟你不离不弃。无论是生是死，我都要跟你生死相依。老公，我爱你。你愿意娶我吗？我们随波逐流，却不敢声张。那些欢笑与哀伤在胸口滚烫。我怎么会不愿意呢？多久了，我仍怀念他的模样。但这件事情得让我来。夫人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的眼睛忽然因为在于是想念的回声，滴滴答答到青春，反反复复提醒心。是不是娘？
太感人了！你们都结完婚，我那个仪式是不是也能开始了？什么仪式啊？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我需要你配合我做件事情。你需要我怎么配合，我都可以。明天你去找一下初然。看，叶晨兄弟，今天这个场面，你还满意吧？多谢秦总成全。眼前的这一切，就是我叶晨最好的选择。天地为证，我秦傲雪今日正式拜叶晨为师。师傅，请喝茶。师娘，请喝茶。师娘，以后徒儿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谁要是敢欺负你的话，我就揍谁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叶晨就是我秦傲雪的师傅了。你是怎么知道我身世的？那天我在花园里等你，没等来你，倒等来了王冬雪。萧小姐，唐总要见你。萧小姐，你现在知道叶晨的真实身份了吧？如果你真的爱叶晨，我希望你理解他，你离开叶晨，让他娶了秦傲雪，只有这样，他才可以拿到药方，找出杀害李阿姨的凶手，实现他父母的遗愿。这样也是为你好。我相信叶晨也不想让你陷入跟李阿姨一样的险境吧。对不起啊，初然，是我一直瞒着你，就是怕连累了你。我才不怕呢，傻瓜。我们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，以后你可别想再推开我。那我们的合约呢？你说这个？嗯。初然，你……我们之间还需要合约吗？不需要，我完全不需要。我们本来就是合法夫妻嘛。那既然已经合法了，要不要履行一下合法义务啊？听人家干嘛呀？今天这什么情况？这怎么今天又结一次啊？我今天得去问个清楚去。回来，爱闹哪出闹哪出，幸福就好。一天一天的闹什么幺蛾子，一惊一乍的，日子就不能过得踏实点吗？你就把你弄踏实了，比什么都强。我发现你最近说话对我越来越嚣张了呀。没啊！我给你看一眼，好宝贝，啊。嘟，好看吗？送我的。你这么多年，你跟着我呀，受苦了，我得表示表示。给我戴上。嘿嘿嘿。苦是苦了点儿，但是一想到我带着这个项链去给钱红叶看，他那个表情，我心里面就一点都不苦了。咱们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，看他们以后还敢再欺负咱们。秦刚想把秦傲雪嫁给叶晨，多半是已经知晓了他的身份。但是叶晨自己不愿意，所以订婚就变成了拜师。
不过您放心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好戏看了这么久，也是时候该上场了。我是为了你的安危着想，也是为了少奶奶的安危着想，更是为了你父母的心血着想。一将功成万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想听你啰嗦。我说过的每一个字，你最好给我记清楚。少爷说的所有话，我都记在心里。不过，少爷不爱听，不说就是。他说：“少爷，秦家出大事了。”近日，我市知名医药企业华盈药业陷入舆论漩涡，力推的新品9旋归真丹被曝查出严重的质量问题，多名消费者在服药之后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，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华盈药业的股价连日跌停。少爷，这便是我最担心的。惦记药方的人恐怕不简单，如果我们不尽早下手，恐怕会让对方占了先机啊！这倒是我想看到的。不放出点猛料，毒蛇怎么会出洞呢？刚好我要看看这秦刚是不是值得我爸信任。对了，唐四海，我再警告你一句，不要动秦刚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只拿回药方还远远不够，忠于我爸的人，我都会要回来。相关单位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，全力配合。同一批次的药品已经召回，相关当事人也都联系到了，正在协商赔偿方案。好，不管他们提什么要求，100%的满足他们。啊，我们的自检有结果了吗？常规的检测报告出来了，各项数值都正常。继续跟进。好的。哎，我说你呀，我让你空口风评，你怎么搞的？为什么到现在还满城风雨的在骂我们？控不住啊，秦总，人命关天，太敏感了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把这件事情给我按下去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诸位，这次关系到我们华银的生死存亡，我要求你们打起100%的精神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资料再给我整理一下。瞅着呢。你来干什么？出这么大事，我当然来看热闹了。哼，叶晨，我这忙着呢啊，没工夫跟你瞎闹。哎呀，说说吧，我能帮上什么忙？你帮我？虽然你的这些事儿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但好歹我也是小雪师傅嘛。再说了，这9旋归真丹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，万一真的就这么毁了，是我们整个国药的损失。你的好意我倒是心领了，虽然呢你是小雪的师傅，可你毕竟不是我们秦家人，所以这件事情就不劳你操心了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信不过我。哎，老秦，你不是说要在我身上赌一把吗？怎么，底牌都还没揭开，你就不敢赌了？想赌是吧？好，那我就陪你赌一把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张底牌是什么花色。果然是好人物。9旋归真丹是根据一位民间的神医留下来的古方研制而成的，共有9种药材，经过9蒸9晒的古法调制，这些就是原材料的样本了。我们华盈药业为了研发这款产品，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，我对它的期望也很高，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公司的拳头产品，所以我们把关非常严格，从原产地对材料就经过仔细的检查。这次呢，出了事情以后啊，我们经过了常规的检查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这进一步的细致检查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出结果。产生不良反应的患者都有什么症状？过敏、头晕、呕吐、腹水和黄疸，最严重的是肝衰竭。你怎么知道？
有人在3期里面混入了土3期。这2样东西不光名字容易混淆，外形也极为相似。干燥后都是灰黄色的块根，切片纹理相近，不是资深的专业人士根本分辨不出来。而且土3期和3期一样，都含有皂苷 R1，日常的检查根本检测不出来。土3期不光没有药效，反而含有比洛烷生物碱，就会产生你刚才说的那些不良反应。能干这事儿的人，一定对九玄归真丹的生产工艺非常了解，一定是内鬼。今天有谁来过？生产车间的刘宝良，刘主任。那他人呢？已经走了，都1个多小时了。报警。谢谢了，警察同志。哎，再见。完了，人已经跑了。要不这样，我赶快先安排人，发个通知，把这个情况说明一下，先让舆情降下来。你现在发这个通告，不光降不了舆情，反而还会火上浇油。你监控视频没了，关键证人跑了，你无凭无据，拿什么让吃瓜群众信你？反而还会有人说你避重就轻，推卸责任，你信不信？网上的键盘侠会污蔑你杀人灭口。这个人之前在你这儿干的怎么样？跟了我差不多都快10年了，平时一直很诚实老实的，所以我还提拔他重用他，而且我给他的薪水也不低呀。这么一个人突然背叛你，要么就是被人胁迫，要么就是有人给了他一笔无法拒绝的好处。你说有人利用他搞我？恐怕这件事情很早之前就开始了。喂，哎，秦总，快说！大黄药业刚发了声明，说九玄归真丹偷了他们家神武丹的药方。还真被你说中了。大荒药业发了声明，说我们的九玄归真丹偷了他们神武丹的配方，因为工艺流程不对，所以才出了问题。现在要正式起诉我们了。大荒药业，我们的老对手了。看来这次他是要落井下石了。我看不只是落井下石，是要把你推到井里，然后用石头砸死。听这个名字像是个日本药厂。是，这就是他们大中华地区的负责人，叫大荒一郎。宋家开酒会他也在。唐四海，谁给的照片？你跟大荒一郎在聊什么？只是随便聊了聊。聊怎么谋害秦刚是吗？你知不知道大荒一郎是什么人？生意人。是日本人。哪里人他都要做生意。他做的又不是生意。叶晨，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我了是吗？宝元堂、一心药业、长生制药，他们都跟秦家是一样的。先是被爆出旗下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，然后大荒药业起诉他们，说他们偷了专利，最后全盘皆输。他们就是一帮专门狙击国家药企的黑心资本家。弱小就会被打，打不过就会死。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。他们伤的是国家的药企，打的是国药的脸。你是叶家少爷，他们根本动不到你头上。我是叶家少爷，但我更是个中国人。你别告诉我为了什么国药声誉，为了什么民族大义，咱能不能不整这些大词儿啊？我是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不成为你这样的人。说吧，帮我，还是帮王东学？友谊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你大爷的！没说完呢。若为金钱过，二者皆可抛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
你但凡能把这件事给我了了，你可就是华银公司的大功臣呐。秦刚那老小子什么情况你知道的？他绝对不会在乎你那仨瓜俩枣的啊！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报告查委员，刘宝良，华银公司生产车间主任，调换酒泉归真丹原料的最大嫌疑人。放心吧，交给哥们我。这还差不多嘛。小叶子，这个刘宝良看起来挺干净的呀，不吸毒，也不是毒狗，也没有网贷，银行账户也没有任何异常变动。这些我都知道。好，那我就说点你不知道的。他还有个私生子，之前在日本留过学，还在大荒药业实习过半年。而且这个刘成仁呢，有个加密币账户。前段时间收到过一笔转账，按照当日的币值来算，价值多少钱知道吗？5000万，果然是这万恶的金钱。而且在刘宝良跑路之后，刘成仁也跟着消失了，卷钱跑了呗。前段时间呢，有个电话号码和这对父子俩联系很频繁，最后一通电话是上周五的下午2点07分。打给的刘宝良，2点07分，这不是正是我去华银工厂的时候吗？机主是谁啊？徐丽丽。徐丽丽，我怎么没印象？这个人你是不认识，不过她的前男友，你肯定认识。我们前脚刚走，刘宝良就拿着硬盘跑路。是秦耀东在后面给他通风报信。不可能吧？啊？这孩子是有点蠢，有点笨，可是还不至于做出这种事吧？再说了，这搞垮了华盈，对他有什么好处啊？这就得问他自己了。师傅，会不会是搞错了呀？就算是这个号码，也不一定是我哥本人在用吧？啊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我安排他在厂里的监控室盯着呢。连上监控。这不挺简单的吗？你们都不会吗？用虚拟号打一下他的手机。都别说话。喂，有点脑子，但不多。逆子，这个逆子，他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？以他的脑子，应该干不了这么大的事情。后面应该还有大荒集团。师傅，我哥可能只是一时糊涂了，他应该是被人利用了，他不会有意做伤害秦家的事的。老秦，你怎么看？东东这孩子本质不坏的，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？好，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希望他还有救。来，小雪，谢谢爸。爸，回来了啊。今天家里是有什么喜事吗？哥，你没看到大荒药业要开新闻发布会了，控诉咱们家抄他们的专利药方。啊，是，
我正愁这事儿呢，爸，我特别愁，特别愁。按照大荒一郎的一贯作风，他只有拿到了我们九玄归真丹的药方，才会如此的有恃无恐。那爸，都这么严重了，咱们还这么吃吃喝喝呀？不管这个大荒一郎是从哪儿、通过谁得到的这个药方，都是假的。假的？嗯。东东啊，来。这个药方只有一份是真的，一直锁在爸爸办公室的保险柜里。来，坐下来吃饭啊！坐，我坐。哥，你知道爸这叫什么吗？将计就计，让这个大荒一郎先嘚瑟两天，回头到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当场戳穿他，看他还死不死心。爸爸平时教育你们的话都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了，爸，你不是总说吗？虽然我们是生意人，但眼睛不能只盯在钱上。说得好，这次九玄归真丹的药方，如果真的被这些日本人偷走了，秦家的利益受损是小，国家的利益受损是大。我们会对不起祖宗，对不起国家的。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你们俩明白吗？东东啊，爸，我明白，您对于我的教导，我都铭记于心。来，那咱们仨喝一杯。好，来吧。您听我解释，我这……爸，你这个畜生！爸，您先别生气。爸，这不是我想干的，是别人让我干的。爸，我是不是都跟你说清楚了？你怎么还能干这种事情？您听我说，我就干过这么一件坏事，我没干过别的。来人呐！给我蒙了心，把他给我带回家去，回去好好睡着的。爸，我自己打自己，您别生气了，您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爸，我错了，爸，我真错了，爸，我真错了，爸，我真错，您听我说呀，爸，我错了，爸。秦总，我认为审秦耀东的事情先不着急，现在最主要的是想想如何应付大荒药业。欢迎各位朋友出席我们今天的发布会。我们大荒药业向来是以和为贵，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被人随便的欺负。但华银药业的九玄归真丹公然抄袭我们的生物丹，这种行为是绝不能容忍的。这药企竟然模仿外国人的东西！诸位，请看大屏幕，这边是神武丹的药方。10年前，我们已经注册过专利权。这边是九玄归真丹的药方。哇，这用的都是一样的药材啊！是啊，这不都是一样的吗？是什么？我想问问大荒先生，你是如何拿到九玄归真丹的药方的？这是一位正义的内部人士，实在看不下去华银药业这种毫无商业道德的恶劣行径，向我主动提供的。你这样的小偷，居然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，和我们谈什么是正义？叶先生，乱说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你的神武丹与九玄归真丹都属于同一个古方，而且都是残方，但唯一不同的是你偷来的。大家请看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古方，看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这看上去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这用的虽然都是那几味药，但其中有几味剂量和比例是不一样的。今天我特意请来了最权威的第三方检验机构，带来了最先进的药检机器，
我们现场检验。今儿我就给大家伙熬一个药汤，再请检验团队做最公平公正的检验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看就没有必要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了吧？大家伙想不想看这个热闹啊？想看！现场检验编评委。第三方检测资质已经认定，没有问题。上药。师傅，加油！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我来宣读检测结果：叶晨先生刚刚制作的汤药药剂成分完全符合他所提交的古药方，而治疗范围、药到效果与大荒药业的神武丹及华盈集团的九玄归真丹完全一致。但是药力是前两者的10倍。孙子遇到爷爷，你们那点能耐，怕就不耐看了。这不过只是巧合罢了。我们的专利在先，我们就是原创。我说的孙子就是你，拿着从我国偷走的古方，抢先申请专利，打压我国药企。你是真他娘的孙子！他偷走的药方，可不止这一个。宝元堂的宝元丸，一心药业的清心散，长生制药的回阳膏。都是今天同样的套路。是他们偷的？怎么这样啊？就是你这样胡说八道，不怕我去告你吗？你还要嘴硬是吗？你所有偷走的药方，都是来自我国古代的一本药典，而且那一定是你爷爷给你的，对吧？你有爷爷，我也有爷爷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不可能的！我爷爷说这本书已经失传了，就只有他手里有一本。我再问问你，你爷爷手上这本青囊残卷是怎么来的？不敢说是吧？好，我来替你说。他爷爷就是一个强盗，从我们先辈手上活活抢来的。这个老头就是大荒药业的创始人，也是曾经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的成员之一。王八蛋，偷了咱们的东西还倒打一耙！这也太不要脸了！小偷！小偷！不过你爷爷没有骗你，这本青囊残卷确实已经失传了。而这一本，是我爷爷通过散落在民间的药方，重新复原出来的。我说的够明白了吗？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，后面我会给大家一个完美的解释。你说结束就结束了？你买通华阴公司生产车间主任刘宝良，将3期换成土3期，对华阴公司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。还有那些现在还躺在医院里的病人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你说的这些是需要证据的，我有证人。好，进去。别跑！
说吧。我冤枉啊，冤枉啊！是秦公子给打的钱，然后就是他给了我儿子5000万加密币，把3期混成土3期。我不是自己愿意干的，是他们逼我的呀。他们是怎么逼你的？就是我给他制作一种现象，然后他把曼陀罗掺在里面。太过分了！爸，什么东西？秦公子还威逼我说，如果不那什么，他就向秦董事长汇报，大家就一起完蛋了。难怪一直查不出来呢，家贼难防。原来真的是你给小雪下的毒。是我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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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除了打我、骂我，你剁过小雪一个手指头吗？你骂过她一句吗？啊！小雪她是你亲妹妹。她又是个女孩子，我对她好点怎么了？别这样做错了吗？我都听到了，你想把家产都给她啊？好便宜这种货色！我是你儿子爸，我是你儿子，给我才对呀！我只想把她毒傻、毒哑，都是你坏了我的好事，你知道吗？叶晨，都怪你，是你逼的我。你还觉得自己挺无辜的是吧？我得不到我就毁了她，谁也别想要。如果我现在把华英真的交给你，你管理得了吗？你觉得你自己的水平真的配吗？爸，我配不配这事儿根本就不重要，你知道吗？重要是我要，谁也不能抢。你是我的儿子，你真的以为我不会管你吗？爹已经做了5个亿的信托基金，给你存在银行里，足够你下半辈子无忧无虑的活着了。5个亿，你爸，我错了，我改，我肯定不这样了，爸，我改，我肯定改，好吗，爸？爸，你原谅我，爸。来人呐！把他带去警察局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。是。爸，你再听我说一句，大火一郎你对付不了，爸，我错了，你是说，有人想抢药方，制造车祸害死我爸妈？唐四海的身份原来是你父亲的贴身管家，可是，在你父亲出事的1年之前，他们2个人大吵了一架，之后就再没有任何的联系了。你是怀疑唐四海？一点小小心意，你收着吧。龙庭1号，对，荆州最贵的地产项目 ，A05是里面面积最大的一套别墅。抱歉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我当然知道你想要什么，秦叔秦某恕难从命，我不能辜负固有所托啊。除了那个药方，你想要什么，我秦某人都可以双手奉上。就连叶长英和安承熙的儿子也不行吗？那当然能给。固有之子，东西本来就是他的，只可惜这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秦伯伯，我没有死。我就是叶长英和安承熙的儿子，叶晨。
真的像，这眼睛，这鼻子，这脸型，和你爸妈太像了。孩子，你真的还活着？哎呀，太好了！我真的瞎了眼了，我怎么就没早看出来呢？你等着。叶晨，给。当年，他想回国献出药方的时候，曾经秘密来找过我，让我保管好这个存有部分资料的 U 盘。当年那场车祸，恐怕不是意外。你是说，有人想抢药方，制造了车祸，害死我爸妈？包括你的出现和李阿姨的死，这些可能都是计划的一部分。所以说，你现在还认为这一切都只是巧合吗？你们家出事之后，叶家曾经派人出去找过你，可是也同样没有找到你的线索。后来又传来了消息，说你已经死了。他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。现在看来，他故意把你藏起来。唐四海的身份原来是你父亲的贴身管家，可是，在你父亲出事的1年之前，他们2个人大吵了一架，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。您是怀疑唐四海？我怀疑每一个人。我已经很努力的去想和我爸妈有关的更多记忆，但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就连他们的样子都变得越来越模糊。那时候你还小，况且还经历了这么大的变故，想不起来也很正常。他们不会怪你的。他们不是意外死的，跟李阿姨一样，都是因为我而遇害。叶晨，你别这么想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病，他们就不会去研究药方。如果不是因为药方，我就不会。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多的如果，你什么都没有做错。要怪，就该怪那些偷药方的混蛋。我会把他们揪出来，有一个算一个。他们？秦刚把他身上的东西交给我，我查过了，只差最后一个，我就能拿到完整的药方。那你觉得会在谁的手里？你怀疑是唐四海？如果秦刚说的是真的，那唐四海还跟我父母的死有关，李阿姨的事他也脱不了关系。楚然，无论他是什么身份，这帮人我一定不会放过。我希望你能带着爸妈去外面躲一躲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俩不是说好的吗？有任何困难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我会永远陪在你的身边。汤叔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不觉得现在事情越来越热闹了吗？该登场的人都登场了。叶晨想要保住药方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
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咱们谁生日啊？就是你呀！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生日啊。从今往后啊，今天就是你的生日了。不光是你的生日，还是我们全家的新生啊！晨儿，妈对不起你，都1年多了，妈才知道你的好。你不光对楚然好，对我和你爸都好。妈，谢谢你，把咱们这个家重新又支棱起来了。小叶啊，我是早就知道你好，从今往后啊，这就是你家，拿我们俩当自己亲爹亲妈，咱们全家呢，好好的，啊，谢谢爸，谢谢妈。这都一家人了，还客气什么呀？来来来，快点蜡烛。许的什么愿？我就是希望能给我们家换一个大房子，大别墅。哎，这好，好，咱们加油！晨儿，妈看好你啊！来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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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！哎，你为什么跟爸妈说要换房子啊？咱们住在这里不好吗？好啊，特别好，这是让我唯一感觉有家温暖的地方。那你为什么这么说呀？现在不是特殊时期吗？秦刚为了感谢我，就送了我一套大房子。那边安保要好一些，我还可以让五哥派些人手看着咱爸妈。龙庭1号。啊。看一下这套房子。晨儿，你真许的这个愿啊，这不大好实现吧？这可是咱荆州最高端的楼盘。你有这个想法，我们就知足了。很感动，但是呢，咱们务实，咱们到别的普通的地方，咱们再找找。哟，蓝妹子，你们也来这看房啊？啊，我们就是随便瞧瞧。你那老房子也该换换了。叶晨，听说你现在出息了，孝敬孝敬丈母娘啊。叶晨，别光看啊，也买一套啊。以你的实力，肯定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，只要爸妈跟初然喜欢就好。不过要是我买的话，应该不会选高层，必须是别墅，而且是最大的。哇！来，美女，快来！好的，先生，快给这位尊贵的大客户介绍一下你们家别墅啊！我们家这个别墅区啊，它不仅有着独特的负一层设计，而且还营造出了1+1大于2的生活价值。说价钱，30万1平。30万。那个 A05套呢？您随我来。这个 A05呢，是我们这儿的高端产品，龙庭1号。说价钱，1.8个亿啊！爸妈，你们喜欢吗？啊，喜欢呀！我这辈子要是能住上这么大的别墅，我死了都值得。就是咱们家。那咱们就住这儿吧。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们这栋楼已经售出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是业主。叶晨，咱能醒醒吗？别做那白日梦了，行吗？瞎话张嘴就来。我今天不是来看房的，我是来收房的。这是你们的房卡，检查一下。好的，先生。这次还会有奇迹吗？尊贵的 A05栋业主叶晨您好，欢迎回家。叶先生，欢迎回家。走啊！哎呦，天哪，太豪华了！哎呦，天哪！哎呀，你看，这都是手工的！哎呀，妈，爸，这还有影音室，你们看够了没有？哪来那么多钱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挪用了萧家的公款啊，萧初然。你
你好大的胆子呀！你还挺逗啊！这肖氏集团的账目总共加起来能有那么多钱吗？那你这别墅哪儿来的？你肯定是干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。对，肯定是，赶紧招了吧你！叶先生，收房手续已经办好了，您稍好。谢谢。秦总还特意交代了，这个别墅呢是按照他的个人喜好去设计的。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们不满意的话，可以拆了重装。替我谢谢秦总。好的。秦总家的。秦刚送你的？我又没说自己买。哎呀，龙庭1号的大别墅，我就住上了。晨儿，我还要谢谢你啊。没事嘛。哎，怎么这就走了？我再看看了。哎呀，就走了。1楼都这么好了，那2楼不得更豪华吗？哎呀，有空常来坐呀。你爸我活了半辈子，没想到这次让老二一下骑到了我头上。不是秦刚这个老糊涂，他眼瞎了吧他？后洞本来应该是我的，这别墅也应该是我的。我的大别墅啊！喂，还真让你给说着了，叶晨真拿了秦刚的别墅。嗯，明白。你赶紧安排，我这儿先搅和着。嗯。